嗨，大家好，我是吴伟。好的，今天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时候哈。好，就是我们的干12，磁悬浮版。好，它在官网已经上市了1个多月了，它一直迟迟不开放给这个经销商，好像我们这样子的销售这样，所以一直等到了快要到双11了，才终于到货啦。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盒包装。好，这是11的外盒，有没有？其实我必须说蛮像的啦，就是以这个外盒来讲，只是说它的在颜色上面有一点不同。那我觉得算是同一种风格啦。好，各位都知道干12是采用磁悬浮的 Maglev， 我这样拼应该没错吧？好，来我们来用力的给它开下去哦。好，来看到这边写 Maglev 版原色，维护保养，注意防水防尘。11代的时候有吗？我也有好，都一样。噔，来这张小黑卡哈，黑卡，这个黑卡是真的好看，好看。然后来一样是它的 APP 配件盒。方块内盒，好，它的盒子采用不一样的设计不再是两边开，变成是这样的。然后再看一次，感觉有点松软无力啊。好，蛮意外的，它方块就没有再加一层塑胶袋，就直接放在里面而已。好轻哦。11代跟11代比，感觉好像差不多重。看一下配件先，好不好？好，就是他们已经改成这样子的这个深蓝色。这个在干11 Pro 最后那个小版本 Mini Pro 看过这样子的东西。好，解法，就这样。那其实真的还蛮像干11 M Pro 的。那我那个影片下面有人留言说它跟12的设计比较像，我觉得好像所言不差呀。好，来看一下哈。其实看到那时候看到干11 M Pro 的那个调整器，我就觉得怎么改变的那么大？那到12就用一样的东西，有没有？所以其实一样的逻辑，确实应该是可以从 Mini M 那边去延伸过来。也是这样子哈。来，它是有轴齿的哦。它的轴齿的这次就变得非常靠近圆形了这表示干员有听我的话。因为我记得我在11的时候我说轴齿的高度离圆心太远的话，那其实效果也不明显。那他这次把它弄到非常靠近圆心就圆点那个地方，那就表示它的磁力作用范围角度就会明显加大。轴距变距力，好，来转6档，数字小轴距紧，数字大轴距松。好，来再来就是弹力弹力。来1级弹力最小。好，那一样保持把握住那个原则先调轴距，把你要的轴距拉开这个距离，你先调好，调到你觉得 OK， 你可以舒服的转动它，再去调你的弹力，好不好？因为你调了轴距之后弹力会变，但是你调弹力的时候轴距是不变的。好，先调轴距，再调弹力，这样子。好啦，我相信有兴趣买这个的应该都会很乐意的来研究里面的东西。就是你只要知道怎么去调轴距，怎么去调弹力，那就差不多啦。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再额外单独来拍一下好了，介绍怎么调。那其实会玩这个的，只要你不是太初学的话，我相信你应该多少都有摸过了。好，左手边这一颗是11，右手边这一颗是12。当然它还有一个非磁悬浮的版本，就是它里面是弹簧这样子。11的部分我记得已经很轻了，63克来12磁悬浮版65.5克，所以基本上差不多重了，大小看起来是差不多的，摸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好，表面是采用雾面就是已经是它这几年来，但是它也没有想过做别的东西，除非它有做UV 或是负面的处理，不然的话它这几次的旗舰产品它都是用雾面。荧光配色，然后细的雾面这样子。好，内盒是原色的12它有标榜一个什么？我
我看过他们官方的宣传图，有一个30度自动校正，30度自动归位嘛，来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觉得它的虽然它波动的那个力气非常轻，哦，有欸，哦，它都回来了，都回来了。我现在回来的角度非常的大，有没有？都已经到这边了，还拉得回来，有没有？我还没润滑哦，还没润滑。我们来简单的润滑一下好了，好吧？可能应该是刚出厂吧，我觉得它好清脆哦。那11呢，因为有稍微磨合一段时间了，所以感觉那个转动时候的那个空隙的那个面哦，有被润滑油填满，所以它转起来会有点那个黏黏滑滑的感觉。那这个就还好啊，它还是属于转起来很多空气在那个接触面流动那种感觉，非常清脆这样子。好，我觉得刚出厂的磁力感受不明显，就是比较弱。11的话，它就是定在这边哦。虽然11也是有轴齿，但是11它的轴齿，我说过了，它的轴齿的作用其实好像只是在这个回正的这个定位点加强那个磁力吸住的那个力道而已。但12呢，那个在这个点上的力道就没有11那么大，但是它的作用范围真的很大，有没有？看到没有？这样子它就已经准备要回家了，有没有？哦，这是自动回家系统这样。然后再加上这一颗还很轻、很松、很滑哦，所以我觉得刚拿到的时候就感觉不太好驾驭啊。然后而且雾面都很容易打滑的。我觉得11可能感觉稳定一点，这12我目前刚拆封到目前，我觉得就是不太好控制哦。我本来想要测试它的逆容错的感觉，可是我要做逆容错的时候，它就直接回家了。我要压着它再拉，这样子就失去那个意义了啊。好困扰啊！我要试逆容错，为什么你要直接回家？有没有？我要试逆容错，你给我试一下哦。所以虽然它的结构逆容错的阻力很小，可是如果是以测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这个好像有另一只手偷偷把它拨回去的感觉一样。我试不了逆容错带给我的那种感受哎，有没有这样？好啦，它这个轴齿的回正的那个作用非常明显哦。好，它的脚块一样是可以调整哦，左右波动加跟减，左右波动调整它的那个脚齿的那个强弱这样子。不过目前来看，我觉得感觉算是适中啦。然后如果它的设计理念没有错的话，它附的应该是更强的磁力。但我觉得目前这样子还可以，我可能会想要试试看调弱一点，因为它回家的力气好大。我只是想试试逆容错。你看11就很乖，11我可以很轻易的去测试逆容错角度到哪里，12不行，12它就直接回家了。在逆容错可作用范围内，完全都是处在这个轴齿要拉回家的那个范围内哦。这样其实它逆容错不用做太好。不过干员的结构一向都是很要求这些地方的。我相信它这颗方块如果没有轴齿，一样是很好转，这个没有话讲。好吧，给我一点时间，我来磨合转个几转看看，我来感受一下它跟11实际测速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好不好？不过以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它需要一点磨合，才能够感受它真正的威力，因为目前这样子就是很狂野哦，我的双手抓不太住。那11的话好一点。我不知道我的手该用很强的力气去按住它，还是要轻轻波动。因为轻轻波动的时候，我的手指太轻，然后就很容易滑开吼。那太重又不对，因为它整颗是很轻的，就有点那个不知所措啊。这个新方块就是这样子，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它，去。
有趣，这颗蛮有意思的。我可能会想要先用黏一点的油来稳，把它稳下来，因为目前来讲这样有点我 hold 不住的感觉。怎么样？对啊，如果你听声音听听看嘛，是吧？有差对不对？11、12，听起来就是比较清脆、比较空洞一点那样子。OK， 好，那就先这样。好的，吃饱饭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到底12代跟11代在结构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好不好？好，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边块的部分。来，我觉得看起来乍看之下，我觉得边块基本上大同小异耶，就结构外形都很像，纹路都是一样的，有没有？纹路都是一样的，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啊？对啊，但是呢，脚块上面就有一些地方是真的是相差的蛮多的哦。但第一个最显而易见就是它的下面那一根特别长。我的相机、摄影机也太兴奋了。好来，不要害羞，来，有没有？这是11的脚块，有没有？就短短的，因为它的肘齿的那个是比较外凸的哈。那12呢，相反过来把长度加到了脚块上面，它让磁铁这一个长度非常的长。而且如果有对磁铁特性了解的玩家应该会知道，如果是以一样的磁性强度来看的话，这个厚度越厚的磁铁，它的磁性吸力是越强。可以想见它的肘齿为什么效果这么明显，就是因为它的脚块的这个磁铁，这个那一根特别的粗壮。好，刚刚相机没电了。我们刚刚讲到什么东西很大？哦，对，那个脚块下面的那根磁铁很大。好来，除了磁铁很大这个地方以外，我还发现几个脚块上面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哈。来看一下哦，它的纹路是一样的哦，都是六角纹，然后也是这边在波动那个脚趾的高低嘛。还有一个很大的地方不同哦，就是脚块的下面这部分。下面这块三角形哈，好来11呢，它的这个纹路它是采用跟转动方向垂直的这个横纹沟槽哦，横纹沟槽在这边哦，它的3个方向都有，它的3个面都有垂直与转动方向的横纹沟槽，最早是在那个356i 看到的哈，这样子的沟槽，其实在转动的时候可以增加一点点摩擦力哈，让那个转动的时候控制性会比较好，比较不会滑过头的感觉。那在12呢，它相反了，它让它的沟槽是平行于转动方向的，这个转动方向的这个沟槽，所以它让它转动的时候，它没有像11那么好控制的，就比较会滑过头，那多了几个洞，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开模方便吧，或者是偷重量，好 OK。所以最大的不同，脚块最大的不同，除了磁铁的高度之外，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这个。转动的时候，转动方向的那个防粘沟槽、横纹沟槽，它是一个是顺向的，一个是垂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会造成转动的时候手感上面很大的不同。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就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2颗方块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转动的时候手感有很大的不一样。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内部轴心的部分，来看得到吧？好，没错，有没有？这个是11，它的肘齿的这边，肘齿的磁铁就很伸出外面，离圆心比较远。那12呢，它的肘齿就非常靠近原点，然后它让脚块的磁铁伸长，来就它的那个高度这样子，所以在作用范围上面呢，这个11就没那么大，12的作用范围非常的广，应该是目前有肘齿方块以来。这个作用范围最广，然后效果也最明显的一颗了。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我觉得就完全就是见仁见智啦。因为像我刚刚想要测试一下逆容错，发现有点困难，因为在感受到逆容错之前，它就完全就归位了，就回家了。好，然后这一颗我刚刚已经给它上了一点缓冲油、粘油，让它粘性。加高一点，叫它粘一点这样子，因为它真的是一开始真的是很难驾驭，然后再来就是
像今天天气比较冷，我手刚刚是很干，它很干，在抓这一颗的时候又更容易打滑，这样洗一下手，让它湿一点哈，比较表面上比较会抓到，比较不会滑开这样。那这样转起来就好像比刚拆封的时候感觉就好蛮多的啦。但是这2颗，我觉得有几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在容错正逆容错过弯的时候，11呢比较顺，11确实比较顺，12吼会感受到好像打到了一面那种很薄的纸做的那种墙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在容错的时候，我会先打到一个很空洞的墙，然后再回弹，它比较不像它在过弯的时候是一个弯道过去。这个12，我都会觉得在容错的时候会有点撞到一个很轻、阻力很轻的一个墙，然后才过弯过去这样。它其实也没有什么阻力，但是就是在过弯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一个震动这样子。我觉得这可能是部分玩家对于12的评价不如11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哈。搞不清楚为什么那种手感是怎么造成的。那11就它就很干脆就过去了，12就是会感觉会先撞到一面可能是布帘啊，可能是纸做的一面墙，然后再过弯过去这样子。因为它的闭壳真的太薄了，所以我把它形容为纸，应该是我能想到最贴切的一个形容词。当然有兴趣的话，你还是可以试试看啦，因为这2颗完全不要把它当成是同样的结构的手感，都不一样。不过测试到现在，我觉得12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在转中程的时候非常的顺手，非常好转，比11好转很多。看，像我如果在做这个斜边的时候，如果在做这个斜边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做错了。那性能什么的，当然是你是不用担心啦。你会觉得，如果我已经有11了，我要不要买12？我觉得有兴趣，或者说你信仰值够高的话，你就买吧，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东西。那你说它有没有比11好？我也不知道。如果以我个人的喜好的话，这个刚拆封半天的12跟磨合一段时间的11，我会比较偏好11啦。那我这个可能要再给我一点时间去磨合它吧。目前来讲，我确实没有到很喜欢啦，11可能感觉好一点。当然这2颗都是很轻啦，一个63颗，一个65颗。好啦，以上就是这个干12的开箱，个人的小小的感受这样子哦，然后跟11的比较这样子。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哈。OK， 我是无尾，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拜拜拜拜。天气变冷了，要注意保暖。OK。